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呃这个新的一本书《心灵的黑夜》读书会要开始啊。那我们今天的第一场读书会是导论啊，那就以《心灵的黑夜》这本书最后很大一个篇幅，就是关永忠教授的《黑夜与黎明》这一篇文章，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心灵的黑夜。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听一首黑夜的歌啊，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烧着爱的焦灼，幸运的际遇，我离家而去，无人察觉，万物依然安息，黑暗中安稳无惧，越过那秘密的阶梯。幸运的际遇，在夜里我因你自己，在那幸福的夜里，秘密地没有人看见我不看向任何事物，没有别的光，只有心中燃烧的那佛，这光引领着我，比正午的阳光更清晰，带我走向我所等候的人，那里再无他人。爱怒的黑夜，比黎明更可爱的黑夜，这黑夜使得爱人与被爱者相遇，被爱者在爱人之内传话。在我盛开的胸膛，这胸膛只为他保留。他在哪里安睡，我轻抚着他。雪松的微风送来清凉，城脊上吹来微风，当我拨动他的发缕，他以温柔平静的手轻触我的颈项，使我所有感官宣知。爱怒的黑夜，
我也全然放下，将我的忧虑抛在百合花丛中，完全忘记。Al atardecer de la vida, nos examinarán en el amor. 好，回到刚刚这一首歌实际上是这一本书《心灵的黑夜》的诗节总共有8个诗节那在这一首歌里面都表达了出来。那事实上我想也许有一些人没有读过圣史多若望的著作。圣史多若望的著作主要的著作有4本最早写成的是灵歌灵歌是叙述整个灵修通往从初学到跟天主完全的结合的所有阶段，透过40个诗节来表达然后灵歌这本书呢，是除了诗之外，有史多若望对每一个诗节的详细的注解。那后来这个史多若望开始着手写黑夜也就是这个灵歌的这个神修的阶段，他分段开始解释这所有的阶段，特别对黑夜的描述所以它配合着我们天主教传统的灵修的3个阶段，叫做炼、明、合，也就是炼路、明路跟合路的3个阶段，它分成3部书来撰写。第一部书是攀登加尔默罗山。那攀登加尔默罗山共有3卷第一卷也就是描写炼路的阶段。第2卷跟第3卷描写明路的阶段那所以这3卷它称为灵魂的主动进化。那灵魂的主动进化分成2个黑夜，一个叫做感官的黑夜，一个叫做心灵的黑夜那感官的黑夜就是我们所称的炼路，心灵的黑夜也就是我们的所说的明路，然后再配合着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所以人呢就像天主一样有理智、有意志、有记忆3个官能，这3个官能分别相似天主圣三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神3个位格所以炼路、明路基本上就在使我们的这3个位格、3个官能够借着主动的进化来进入史多若望所谓默观的阶段，也就是从默想到默观，初学到进修者那通过了这个心灵的主动黑夜之后呢，就进入到被动的黑夜，也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要读的这一本心灵的黑夜这一本书。这本书在描写这个灵魂的被动进化。
灵魂的被动进化，当然也就分成感官的被动之业跟心灵的被动之业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攀登加尔默罗山跟心灵的黑夜，实际上合在一起是一部完整的著作，描写列明和3个阶段的完整的修炼的过程，我们所有灵魂会发生的事情，还有灵魂所要做的操练各自是什么。所以那各位可能还会说第4本书是什么呢？第4本书书名叫做爱的火焰爱的火焰，或是爱的火焰啊。那这一本书实际上在描写人通过了这个被动的黑夜，人跟天主完全的结合之后，在现世的生活当中如何预尝在天国的永福也就是人在世上现世的生活当中，可以达到一种非常接近天国永福的那一个跟天主的亲密，虽然还不是非常的完全，但是已经能够预尝天国的喜乐。那这个阶段被描写在《爱的火焰》的这一本书那也相当于灵歌的第36到40诗节的这个诗当中所以我想整个十字若望的4本著作是非常有结构性，也非常有次序的撰写。那我们在开始进入这本书之前，我想要跟大家介绍关永忠教授的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被刊载在心灵黑夜的这一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那这篇文章其实内容相当的长这个总共从208页一直到278页，总共70页70页已经接近了这一本书的1/4的篇幅关永忠教授呢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写十字若望所以他可以算是我们台湾我们说对十字若望有的神修，还有他的理论灵修的理论这个专家中的专家那所以我想透过他这一篇文章呢来做这一本书的导论那这篇文章呢没有太难读相较于在攀登加尔默罗山他也有一篇文章，还有林哥也有一篇文章，那2篇文章呢相对性是比较困难。这篇文章呢写的我认为还算这个一般人可以了解那但是我们还是对十字若望灵修陌生的朋友呢，可能还是读起来会相当的吃力，所以我想来跟大家先介绍这一篇文章首先要跟大家谈一谈到底什么叫做默观究竟十字若望讲的默观是什么？跟依纳爵讲的默观一样吗？默观有程度上的区别吗？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混淆的问题，因为太多人使用默观这个词但是对十字若望的神修，或者说对加尔默罗的灵修来说，默观是有严格的定义的不像其他的很多的灵修在初浅的阶段也称叫做默观那在加尔默罗灵修来说，默观是一种进阶者的灵修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默观。在十字若望
的著作当中，其实有非常多默观的定义有好几个默观的定义，大概可以分成3个默观的定义。那在书上的208页，关永忠教授呢，他详细的就这个 contemplation 这个默观这个词，从拉丁文然后从中文来分别做一些探讨，来强调默观它深刻的意涵在默跟观这2个字上。默当然就是一种沉潜极静，也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必须进入一种沉潜跟极静的状态当中。观其实就是一种凝视凝视，一种明觉所以是在一种空灵的境界当中进行一种灵魂的觉察，或是灵魂的凝视那这种凝视呢，在史朱若望的观点当中叫做爱的凝视是一种爱的一种注视含着爱的注视，或者充满爱的注视。所以默观就可以发现它绝对跟另外一个词叫做默想有根本的区别。因为既然谈到想就必然是含着一种理性的分析，理性的理解。默观是超越理性的工作，没有任何理性的参与，而是一种直觉，一种直观而且不是透过这个肉体的观看，而是透过一种智性的意志上面的爱的直观好，那在史朱若望的著作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在3本著作里面分别有对默观有3个定义。第一个定义在攀登加尔默罗山第2卷第8章第6节他说默观是理智的秘密而较高程度的知识好，那如果你读过攀登加尔默罗山，你马上可以发现第2卷整个第2卷就在讲理智的进化所以在这里给的默观的定义当然就是属于理智的，也就是告诉我们它是一种理智的秘密而较高程度的知识。既然是秘密的，也就是不通过理智的思想判断而达到的一种较高程度的知识，而是在一种理智在黑暗的当中透过信德纯然的相信，在不理解当中还是相信而达到的一种高程度的知识。第2个定义是在黑夜的第1卷黑夜的第1卷这里呢谈到的是心灵的感官的被动进化第1卷谈到的感官的被动进化，但是这里呢它其实已经不只是这个纯感官的探讨，他这边说默观是神对意志的秘密的爱的倾注这个秘密的爱的倾注既然是倾注，意思就是完完全全从天主而灌注下来完全没有灵魂的工作，所以灵魂完完全全处于被动的当中所以天主什么时候灌注，如何灌注，灌注的程度有多少，全部取决于天主的工作，完完全全没有灵魂的主动的参与，所以灵魂在这个时候越做得越少越好。所以虽然是在感官的被动的进化，但是它是一种从意志而来净化我们所有的感性的官能。所谓感性的官能，也就是我们身体的感官
我们身体的感官虽然是外在的，但是在被动的感官进化的当中，因为它已经先经过了前一个阶段感官的主动黑夜，所以感官本来已经顺服理智啊，也就是感官不会再因为觉得那个好吃就去吃，不会再因为那个好玩就去享乐，而且感官完完全全收敛在理智对性的渴望啊，也就是感官完完全全顺服我们的理智对真理的追求，所以感官不会随便做动。但是在被动的感官之夜呢，完完全全是天主完完全全灌注一种爱的倾注，通透我们所有的感官的官能，也就是我的眼睛完完全全有一种爱的一种渴望看见天主，我的耳朵也有一种爱倾向于爱的一种听觉，我们的触觉心，我们的那个各样的触觉味觉都只是想要从天主那边获得一种爱的倾注占有啊，所以完完全全不会想要想去享用世界上面的事物，所以它是一种意志，天主对意志的一种秘密的爱的倾注。到了一个灵魂成全的阶段，心灵的爱的火焰这一本书呢，又给了一个新的定义。他说，默观是理智与意志共同保有对神的秘密的爱的知识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呢，理智跟意志完完全全被神以秘密的方式，灌注了爱跟知识。这里的知识呢，其实就是真理。换句话说，真理完完全全的占有理智，爱，神的爱完完全全的占有所有的意志啊，我们完完全全是在神的爱中去认识，在神的爱中去爱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三个默观的定义分别放在3本不同的著作当中，也就代表默观可能含有3个层次啊。那我们如果来对比一下灵歌当中的灵修进程啊，也就是炼录、明录跟合录啊，这里呢，在这个关永忠老师的文章，也就是这本书的256到257页，它的分法跟我完全一样，也就是炼录是相当于灵歌的第1到12诗节，明录是第13到21诗节，合录是22到40诗节啊。但是如果你看灵歌的著作的时候，你会看到加尔默罗圣医隐修院的李安修女，她翻译著作的时候，她说第36到第40诗节是十字若望最后面加上去的，也就是他36到第40诗节是在谈一个通过神婚的人的灵魂如何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预尝了天国的征服啊，所以是超越合路，也就是预尝荣福之观的境界啊，所以这个炼路是对神的追逐，明路是神订婚啊，合路是神婚，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这4个阶段啊，也就是第4个阶段是36到40诗节的阶段啊。那炼路就相当于感官的主动黑夜，明路就是心灵的主动黑夜。这里的心灵的主动黑夜包括3个官能：理智、记忆跟意志啊。然后在感官与心灵的被动黑夜是在合路，也就是22到35诗节。那荣福之观的预尝是在36到40诗节，也在爱的火焰这一本书当中啊。所以我把这个每一个阶段的灵修进程呢，分别在哪一本著作，
还有对应到灵歌的哪一些诗节呢？我放在这一张投影片当中给大家参考。那当然，这是我整合了关永忠老师跟李安修女，还有我个人自己的体会的一种整合。这个如果各位对史若望灵修有深刻研究的人，你也可以看看是不是合乎你的想法啊。如果不合乎你的想法，你也可以给我指教。那我这边也再顺便谈一下第二个明录的阶段，13到21诗节啊。那心灵的主动黑夜啊，我们知道在攀登加尔默罗山对应到卷2跟卷3啊，卷2跟卷3。那卷2完完全全谈的是这个理智的主动进化。卷3分别谈记忆跟意志的主动进化。那对应到明录呢，13到19诗节分别是对应理智跟记忆的进化。第20、21诗节是意志的主动进化啊。这个是还可以再细分的啊。好，那这里就要探讨一个问题也在关永忠老师的这个书上，他问为什么有这3个定义？为什么要3个呢？关老师认为第3个定义是最完整的，涵括前2个定义这个他给了3个定义的共通点。第一个他说他们共通的指出默观是秘密的。既然是秘密的，也就是是人无法参透的，是天主这个与人深刻的交往，是天主从人开始追寻神，然后再由神主动的与人相遇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所以是秘密的。秘密的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它是魔鬼无法参透的，也就是人在默观的境界的当中，魔鬼是无法工作的第二个是意志爱的倾注，第3个是理智的高级知识也就是越来越贴近真理所以这3个定义的共同的特色是这3个。那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这3个默观的定义呢，也分别指出有3个默观的等级。第一个等级称为是神订婚的阶段，也就是明录的阶段。第二个等级是神婚的默观阶段第3个等级是在成全跟预尝荣福直观的阶段的一种默观所以这3个等级是由浅入深那在210页的时候呢，关老师给了一个默观的综合定义。他说，默观是人神间的秘密的爱的知识，维系着意志跟理智间的互动。那首先，意志跟理智到底是什么如果从人的本性来讲，当我们谈本性的意思就是属于人的部分。当我们谈超性的时候，意思是那个不是人的本能，是只有天主，来自于天主。所以从本性的人的理智跟意志来说，理智是认知的官能，意志是欲求的官能。我们想要做任何事情，一定是我们理智会发现那件事情对我有好处，然后呢，意志做一个决定认为理智说的对，让他去追求所以理智是认知，意志是欲求，所以意志的决定让我们带出一种行动好，这2个官能彼此是合作的，它跟默观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刚不是谈到默观是一种秘密的吗？默观是一种神的工作吗？
难道默观不是消除本性的这两个官能的工作吗？为什么又说默观是人神之间秘密的爱的知识，维系意志跟理之间的互动呢？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所谓维系理智跟意志间的互动的这一种默观，到底在讲些什么？我们再回到本性的官能，理智是认知，意志是意欲啊。理智一开始辨认什么是善啊，意志呢追求理智认识的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常常也会反过来，意志所追求以后的好恶，会进一步影响理智的认知啊。比方讲，你明明知道，这个礼拜天你去望弥撒是一件好事，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你实际上意志并不想去望弥撒啊，你意志不想动啊，你不想追求望弥撒的这个你不想出门啊，但是呢，你就陷入一种理智跟意志的搏斗啊，有一个思想一直在你的脑海里面一直催促你说，应该要去望弥撒，这个才是对我灵魂有好处的啊！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应该要去望弥撒啊！所以这个理智的声音不断的告诉你，所以最终假设你顺服了意志，顺服了理智，你去望弥撒以后，结果你会发现，哎，当你真的去望弥撒的时候，弥撒所带给你的平安跟喜乐，使得你的这个意志带来一种爱，这个时候呢，会加强你的理智对弥撒是一种善，对你灵魂的好处的一种加强啊。同样的啊，这个我再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啊，理智告诉你说，你跟一个朋友吵架了啊，吵架了，理智告诉你说，你应该去和好啊，因为和好是真正的宽恕，但是呢，你的意志呢，其实不想做啊，不想做，所以呢，你意志顺服了理智以后，你去做了以后呢，结果你去和好，结果被人呢泼了一头这个冷水，然后你的意志呢就更加的厌恶，所以你就开始反过来，你会认为这个人我绝对不要跟他和好了啊，是他不配啊，所以意志的厌恶可能也会影响你理智的认知。如果你的理智没有进一步的在天主真理的光照下，你的理智反而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是跟随你的意志。好，所以我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来想一想，回想你自己的经验，理智跟意志是不是常常在你的生活当中互相的合作，也会互相的打架啊，有一种征战。然后在十字若望的攀登加尔默罗山的第3卷，在谈意志的主动进化的时候呢，他谈到我们要进化4种情绪。各位可能讲说情绪不是一种感受吗？怎么会是属于意志的呢？啊，的确，它就是属于意志的，因为它是一种意欲啊，你的欲求所带来的一种心灵上的享受或者是痛苦啊。这4种情绪呢，都是意志会带来的。第一个是喜悦，关永忠老师就说，喜悦是什么呢？喜悦就是你欲而获得，引致喜悦。你想要的，然后你得到了，你就得到喜悦。什么是希望呢？希望就是你欲而未获，也就是你想要但是得不到啊，没有得到，然后你就产生一种渴望，产生一种希望得到它，这就是希望啊。什么是恐惧呢？恐惧就是你不想要的东西，结果发现它正在发生，或是正要发生，导致你相当的恐惧啊。第4个叫做悲哀或者是痛苦啊，就是你不想要，但是它来了，发生了
所以导致你非常的悲伤，非常的悲痛，处在痛苦当中。所以这4种都跟欲望有关系啊。那在攀登加尔默罗山的第3卷啊，就详细的在探讨意志的情绪，但是呢，十字若望并没有写完这4种情绪，他只写完了第一个喜悦的部分，事实上也还没写完，他还剩了一小部分，他就迫不及待的要写《心灵的黑夜》这一本书啊。好，那所以攀登加尔默罗山第3卷在谈喜悦的情绪的时候呢，它分出了6种层次的善。第一种层次的喜悦呢，叫做暂世的现世生活的善，也就是金钱地位啊。你追逐金钱，你追逐地位，你会带来一种现世的快乐。第2种快乐叫做本性的快乐，也就是你的人你这个人呐，因着美貌带来快乐，因着你健康带来快乐，因着你的才智出众，你带来快乐，这是本性的善。第3个是感性的善，也就是你喜好一种感觉啊，比方讲家里的摆设啦，你追求一种质感啦，你喜欢一种特殊的色泽啦，你喜欢某种音乐啦，这些都是一种感觉啊，感性的善。第4种更高层次是一种道德伦理的善，也就是你有好的德性，或者是养成一种好的习惯，比方讲你养成一种这个每日运动的习惯，你养成一种每日早睡早起的习惯啊，这都是一种道德的善。在更高层次一种超性的善，这个超性的善常常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信仰当中，你拥有某种神恩啊，有些人会说预言，有些人会有祈祷的神恩，有些人会有做教师的神恩，有人会有说方言的神恩啊，这些神恩是一种超性的善。第6种叫做灵性的善，也就是真正的灵魂与神的结合带来的善。那在攀登加尔默罗山谈到意志的主动进化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前面的5种善，我们的心态，我们的修炼的心态是不要留恋，不要执着，要超脱这5种善。即使是神恩，你都要超脱它，意思就是不要以你拥有的神恩来与天主相遇，不要以你拥有的神恩来判断你跟天主之间的关系，然后或者更进一步判断别人是不是拥有你的神恩，如果没有，他可能跟天主的关系并没有你那么深。如果你真的用这样的判断，你会陷入一种属灵的骄傲。所以这5种善虽然是善，但是它都可能让我们在灵修的进程上面形成一种阻碍，因为我们会误把这些善当作是天主，但是天主不是这些善，真正的善是天主在灵性上面给我们的一种喜悦啊，这是第6种善啊。这第6种善应该是在默观当中获得的，而且更是在抛弃了前面5种善之后，我们真正进入一种默观阶段，我们所能够获得的灵性的善啊。好，那在213页到214页里，关老师进一步谈理智跟意志的本性运作啊。我们刚刚谈到，这个理智跟意志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就要进一步看看本性跟超性的运作各是什么。理智跟意志的本性运作，很显然，第一次碰到一个新事物的时候，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先想要理解、认识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啊？所以你没碰过的事情，你的理智跟意志不会发动，但是你碰到任何一个新的事物，你的理智一定会先想要了解这到底是什么，所以你的理智会先发动。
你的理智发动以后呢，意志就会接着开始干预人的认知，然后有3种不同层次的干预。第一个呢，意志推动理智进一步认识，比方讲你认识了以后，诶，这个有意思哦，这个有趣哦，意志也就产生一种欲求啊，理智觉得这个有意思，意志也赞同，所以它就会推动理智再更进一步去认识它。第二个，意志会使理智呢从一种新的眼光去认识事物。我们更进入新的层次，是意志在推动了。也就是我们常常有经验啊，我们每一次读到相同的福音的时候，你曾经读过这一段话，结果呢，因着你对天主的爱日渐的增加，你今年读跟去年读是不一样的。你今年读的时候，意志呢给你一种新的眼光，因为你拥有爱去读你所读的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你的理智就被意志的爱的推动，产生一种新的洞见。第3个层次就是意志完完全全用爱的心态去认识一个人那用爱的心态去认识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你喜欢的或是你不喜欢的啊，这个线上朋友，如果你的麦克风没有关，请你把它关掉啊，因为会有杂音。好，那意志用爱的心态去认识一个人，特别是在你碰到你不喜欢的人，或是碰到一个不喜欢的事情上面，然后呢，意志因为充满一种爱，你会有一种新的方式去认识他啊。如果你看过小德兰的回忆录的话，你会在后面的这个他的著作当中，你会看到他是如何的用在意志的爱的当中去认识一个人。好，谈完本性的运作之后，我们来看超性的运作。好，现在几点？好，哇，我已经讲一段时间哈。好，意志跟理智的超性运作发生在2个部分，一个是末观开始的当中啊。这里讲，各位，这里讲的是要注意到，这里讲的是被动的黑夜的一个末观阶段啊，被动黑夜的末观阶段，而不是比较粗浅的时候那个神订婚的那个末观阶段，也是我们前面谈的3个层次当中的第2个之后了啊。好，那这个开始进入到被动的黑夜的时候，也就是末观开始的当中，意志会比理智首先被触动啊，因为你完完全全处于被动，天主的爱来了，推动我们的意志，让意志充满爱，所以意志首先带着爱去领会真理，领会天主要灌注给我们的一种认识。比方讲，哎呀，你会突然被天主一种爱的推动，让你认识他此刻跟你同在，他爱着你，然后你也深深爱着他，这就是一种爱的认识啊。这种认识实际上好像是你的理智认识了，但实际上是一种超性的运作，是天主推动你的理智认识的。你的理智没有动，但是是被动啊，天主直接让你认识他爱你，跟你爱他。所以第2个，在末观，这一开始是意志推动，然后在末观的进行的当中，我们会发现3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理智获得光照，意志却充满枯燥无味。比方讲，突然天主推动你的理智，让你认识了一个真理，啊，但是呢，你的意志呢，你的只是单纯的认识了，比方讲，可能是天主告诉你，或者是要求你做一个什么事情，但是你的意志呢，并没有很充足的爱去做它，你反而得到一种枯燥无味
但是你理智被光照，你要去做它啊。第二个情况可能是理智在黑暗的当中，意思理智没有运作，天主也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洞见啊，但是你的意志却你说不清楚，但是就是觉得一直爱从你的内里面这种爱火充满着你啊，你就是感觉到被爱，而且你感觉到你深深的爱着天主，你不知道为什么，所以理智处在黑暗的当中。第三种是你的理智既获光照，意志也充满爱火，也就是你完完全全的在爱的当中认识天主，认识真理啊，也在认识的当中继续的爱着啊，所以它是一种完完全全的跟天主完完全全的通透。好，那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关永忠老师他在这3个阶段呢在这3个阶段如果你去看叙述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点点混淆这个混淆是说它的文字里面说第一种是较低程度的默观，第三种是最高程度的默观啊。但是你如果去看夜就是黑夜的第2卷第12章跟13章的这个标注的文字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史之若望在描写这3个不同的部分，实际上是同样是在最高程度的默观当中同时可能发生的3种情况。他并没有说第一个是比较枯燥比较低等的默观，第3个是比较高等的默观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在阅读上面的时候要了解这个引文的出处史之若望并不是这样写的，但是关老师在这3个默观阶段呢的描写呢，把它对应到3个默观层次呢，并没有错我说没有错的意思是说，那3个默观阶段也的确是这样的这3个层次的不同，只不过这个从夜的第2卷出来的文字呢描写的是在深度的默观当中同样会出现这3种情形好，再过来要谈到底默观的境界最高程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合我这边说是一种相似性的结合各位可以参考218页跟255页为什么是一种相似性的结合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灵魂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既然是肖像，也就是灵魂实际上是相似于天主，那也就是灵魂跟天主最高结合，也就是一种相似性的结合。灵魂不会完完全全变天主，但是是一种完完全全相似天主所以这可以从2个方面来说，一种是我们对天主的爱，另外一个是天主对我们的爱。从我们这一方对天主的爱来说，我们的理智越来越用信德相信真理，也就是你对真理100%服从信德没有服从一定是信德的最高表现你对真理完完全全的放弃自己的理解，放弃自己的个人的任何的怀疑，完完全全的以信德信赖真理说的话即使你的认知觉得这个真理实在是太难明了了，太难去服从它了
那出于你对神的爱到一个极致，你的理智会完完全全顺服啊。所以对一个神修的人来讲，早期天主教会神修都比较是属于修道人，特别是隐修院的修行者啊。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发服从愿啊？因为服从是信德的最高的一个展现啊。所以他们相信天主的真理一定会透过掌上的这个透过掌上的一种带领来这个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即使我们暂时的觉得这个服从是非常的困难，但是都要以信德相信。所以在意志上面越来越用爱德相似基督的爱，可以发现基督也是一种完完全全服从于天父的旨意，即使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旨意要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在最后的那一个晚上他跟父求说，如果可能让这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因为他完完全全用爱来服从天主，用信德来相信天主的旨意。好，所以人对神的爱最高的相似性，就莫过于基督对天父的爱啊。那神对人的爱是什么样子呢？神对人的爱就展现在圣言成了血肉，道成肉身。这位天主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屈尊就卑，在十字架上人对他说：你如果是天主的儿子，你下来啊，我就相信你。但是他并没有辩驳，他宁愿失去这种人们耻笑他，说你就证明你是天主的儿子啊。如果你没有下来死在面，那你很显然你不是天主的儿子，我们否认你。他却接受了这一个否认，他却接受了这一个谎言给他的诅咒。他爱我们到底啊，他仍然谦卑自己像人一样。所以神这位天主相似于人到这种程度，相似于人的卑贱到这样的程度，跟我们一样，视我们为朋友，爱我们到底。所以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跟门徒说，最大的爱不会超过为朋友牺牲生命。他就这样为我们牺牲了生命。所以从这两个相似性，我们就可以发现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我们因着天主成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展现出来天主是如何爱我们。我们带着信德与爱德相似这一位信赖这一位耶稣基督，我们就越来越相似他，然后我们就越来越相似神的爱啊。所以我们说默观其实就是默观到这两点。默观其实就是获得这两方面的真正的知识，我们充分的在天主面前认识我们是如何的卑贱，我们充分又认识天主是如何的在我们的卑贱当中，在耶稣基督内提拔了我们，提拔到与他同样的高度，视我们为朋友，所以会给我们一种对等的爱，使我们有一种对等爱的地位。所以灵魂越以信德同化于神对人的爱的认识，也就越在意志上被神对人的爱所同化。关老师就指出，人作为神的肖像，来效事神，以爱作为他的属性，以致唯有在爱上增长，使能达到圆满。而人间的爱也只有在人神之间这个打错了，人神间的爱上真挚完成啊。所以我们在世上的爱我们说不完全，但是当我们人
跟神之间的爱达到完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间的爱也达到完全了。圣人给我们的见证比比皆是啊，我就不多讲。好，那接下来在关老师的文章当中有很大一个篇幅在探讨，我们要如何判断末观的阶段真的开始了啊？我们要怎么辨别呢？首先在221页到28页之间啊，关老师有蛮多的分辨啊，他特别谈到攀登加尔默罗山跟心灵的黑夜这2本书在描写末观的3个征兆的时候，在次序上面有不同啊。在攀登加尔默罗山，他说征兆出现的3个次序是：第一个，你默想的时候，你感到神枯，意思在默想当中，你得不到滋味，得不到喜悦，得不到享受啊，我们称为神枯。各位是默想哦，不是默观啊，在默想啊。这个默想就非常相似。你如果有依纳爵灵修的经验他们所说的默观往往都是默想啊。因为都叫你用你的想象力去想象你正在一个什么情境，你看到了什么啊？这个叫做默想 meditation 啊，英文叫做 meditation 啊。meditation 一个很重要的意涵就是有中介啊。meditation 就是透过中介物来跟天主交往，所以默想你一定是想象着某个图画，那个图画成为你跟天主认识的中介物。默想可能需要依赖某个经文的理解，默想可能需要一种你这个意识当中的觉察在你的意识当中出现了什么想法，出现了什么渴望啊，所以借着这些想法跟渴望来认识天主啊，这个都是一种中介物啊，所以透过中介物都不是一种完全的跟天主的结合啊，在攀登加尔默罗山的当中讲得很清楚。第二个征兆就是你对图像或是受造物感到乏味，也就是说你脑袋里面出现了一个图像，好像耶稣站在你的面前，但是其实你不想去看他，或者你看着他也没什么感觉当你出现默想的时候，出现这些图像的时候，你没有想要去看他，甚至有一种排斥感，甚至也不觉得心动或者是对一些你原来喜好的受造物呢美丽的风景，你以前觉得你很喜欢现在突然没有什么感受了，感到乏味第3个征兆就是你对上主有爱的挂念好像你悬念殷殷，一直觉得对上主的爱一种悬念殷殷，然后昼夜不停的渴望他，渴望爱，渴望上主的爱的眷顾这是3个征兆出现的顺序。但是在黑夜这本书里面原来第1个征兆现在变成最后一个征兆了关老师就问这是一个值得问为什么在山和夜这2本书，这是同样这3个征兆，为什么次序上面会颠倒呢？为什么第1个变成第3个呢变成是最后一个呢关老师提出3个问题第1个，为什么他要重复谈，在2本书重复谈这3个征兆？第2个，3个征兆的排序为什么2本书有分别？第3个，关于对上主有爱的挂念这一个征兆呢，在黑夜这一本书呢，你会看到它描写的是带有一种忧戚，而在山上呢，山的这一本书呢，却感到说它是一种在安宁在平安的当中怀着对上主的爱的一种挂念。为什么在夜却是忧戚，在山却是安宁呢
首先，他针对第3个问题他认为有3种答复啊。第一个，我们知道感官之业跟心灵之业来说，感官一定都在心灵之前感官的进化一定在心灵进化之前。然后他说，这个对上主爱的挂念呢，在业这本书呢是放在感官之业，在3却放在心灵之业，所以3呢比较前进，所以对上主的挂念上面呢才获得比较多的安全感那关老师在对第一个答案呢，他持否定的看法他认为这种回答呢，并不恰当。第2种说法呢，他说是一种扣紧主动跟被动的一种看法，因为3是主动的黑夜，黑夜这本书是被动的黑夜，所以人在被动的黑夜呢，更会感到一种自己的卑微，体认到神人之间存在于等级上的悬殊，敬慎忧戚之情呢，溢于言表第二个说法呢，他认为是蛮正确的第3个他更欣赏这个关老师更认为是第3种理由，就是不论主动或被动，感官和心灵之间的对比，其实都是相对应的，彼此纠缠在一起，并没有所谓的进程不同，而在成分跟比重上面有或多或少。所以他认为2本书上的顺序完全是让神来安排，人对神的感受，不论忧戚或安宁，彼此并不相悖。所以情绪表面上是忧戚，心灵自深处也可以是安宁。所以他认为3跟业在这3个答复呢，3个问题上第3个问题上面呢，其实是相同的或者是相互出现的，并没有什么特别这个需要区别它。好，那我有不同的看法给大家参考。第一个，首先我想，从我刚刚的介绍，各位可以知道，盛世若望的写作计划呢是很严密的，他完完全全是按照他的顺序在写他先写完了灵歌之后，他开始觉得他应该详细描写这4个灵歌的阶段，所以他后来分别用3本书来描写它，所以他绝对不会任意的混淆。所以他特别是他在黑夜这本书，就是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写得很清楚，在第62页他说，我们应该知道吟咏这首诗的灵魂已经处于成全的境界，也就是达到了与天主爱的结合，已经越过相当严厉的困苦和磨难，通过窄路般的灵性修持。换句话说，他说我们在读这一本黑夜的时候你在读那首诗我们有朋友的麦克风没有关。好，这一句话呢，他要讲什么？这句话他要讲，意思是说，读这一首诗，或者是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这首诗在描写一个已经成全的灵魂，他在回顾他过去所走的路，然后能够通过这个诗的这8个诗节，他感受到这个他的严厉的过程，或是他的过程当中，他所通过的这个秘密的阶梯，
他的灵修的境界，他是如何走过这一段路啊。那我这也要提醒各位，夜跟山的诗是同一首诗啊，同一个诗，但是山跟夜所要呃解释的方式却完全不一样啊。那夜它告诉我们是以一种成全境界的灵魂来读这些诗节，但是在山这一本书呢，却不是在成全的境界，而是一个准备要进入神修阶段的灵魂，他要开始走一个登山之路啊。好，所以业的灵修进程肯定是在山之后，被动之业在主动之业之后啊。所以十字若望认为山的完成才是初学者的完成啊。第一章开头就说，灵魂开始进入这个黑暗的夜，就是在天主逐渐吸引他们离开初学者的阶段，也就是在灵修的道路上行默想的阶段，开始安置在进修者的阶段，也就是成为一位默观者，在65页写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进入默观的最后征兆就是没有办法进行默想啊。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这个默想时感到神枯的这一个第一个征兆，在夜却放在是最后一个征兆的原因？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进入默观的最后一个征兆就是无法进行默想啊。第二个理由是神定婚的默观阶段比较浅，黑夜呢则是进入神婚的阶段。因此神定婚的默观是以意志中的情绪的净化为最终的目标，所以不能行默想，意味理智本性开始处在黑暗当中，学习透过信德注视真理啊，而不是理解真理。所以不能行默想的这一个征兆呢，在神定婚的这个默观阶段呢，应该算是第一个征兆，而不是最后一个啊。这是我认为的第二个理由啊，也就是神定婚的时候不能够默想的这一个征兆是最初期的一个征兆啊，因为开始理智要进入到一种不透过理解，而是透过信德的注视来相信真理，所以呢，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不能够默想，或是不想默想啊，所以这个征兆反而是比较粗浅的第一个征兆。第三个理由是心灵的主动进化，最后处理的是意志的4种情绪。当他达到神定婚阶段的成全地步的时候，也就是从初学要到进阶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学会注视爱了。所以呢，对上主有爱的挂念是在安宁中的征兆，他会在平安当中对上主有爱的挂念，因为4个情绪已经处在修炼完成的阶段。但是当他进入到神婚的默观阶段，他开始进入到被动的黑夜的时候，灵魂本来习惯性的主动工作，主动去进化，开始要转变成越做越少，自然它就会产生一种不够努力的忧戚感，而不是一种平安，因为他会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努力啊？我有没有懈怠？是不是天主觉得不爱我了？是不是我不够努力，所以他离开了我啊？所以这个第三个理由，我说为什么这个对上主有爱的挂念呢？在神婚，也就是被动的进化的阶段呢，是带有忧戚，而不是带有平安。好，那关永忠老师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啊，第一个问题的答复说，三是主动的修炼，是主动的放弃推理默想；业是被动的练进，在追问上主是不是已经开始灌注啊，这个是打错了啊。
这个是灌注。好，已经在灌注的图形上露出端倪啊，所以一个是主动放弃推理默想，另外一个是被动，在被动的当中去观察天主是不是开始灌注了啊，所以灌注既然是灌注，一定是被动等候啊，那3是主动的放弃啊，所以我们再从226页郭安老师自己写的文字来说，其实跟我刚刚所提出来的3种理由是比较贴近的啊。好，那我们就来看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秘密的阶梯啊，秘密的阶梯。这个秘密的阶梯总共有10阶啊，10阶。在这个在心灵的黑夜的第2卷啊的第18、19章啊，特别谈了这10个阶梯，我们以后就会陆陆续续读到它。好，那这个秘密的阶梯是被动的心灵之夜必经之路啊。在253到254页啊，关老师说，天主容许灵魂进入痛苦的心灵磨练。这些心灵的磨练包括什么呢？包括在末关的当中意识到自己非常非常的卑微啊。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心灵的被动之夜，你不会有这种感受啊，你不会有在天主面前感到非常的卑微，非常的不堪，非常的渺小，然后被世俗遗弃，被友人误解，感觉被天主弃绝了，或者是你感觉求救无门，甚至你连举心向上的能力都没有啊。所以在被动的心灵之夜，你忍受的痛苦一定包括这些东西。那这个痛苦是非常深刻的啊，因为你已经经过了前面主动的修炼，你的理智、意志跟记忆都已经开始借着信望爱三德，在天主的爱中。那突然进入到一种被动心灵的黑夜的时候呢，原来你习惯用靠自己的这个官能呢去进化的，不断努力进化的一种惯性呢，突然要变成什么都不做，你必然会感受到自己的卑微啊，被遗弃、被误解啊，被弃绝啊。而且这种过程呢是持续不断的啊，天主容许这个过程持续不断，直到你的灵魂彻底放弃了，彻底放弃想要做什么，彻底放弃信赖天主。我现在在你面前真的就是如此，我真的在你面前完全是无能为力啊！这种对天主完全的降服。对天主完完全全的、彻底的看清自己啊，看清自己是没有天主是一无是处，没有天主是一无所失，没有天主是一无所能啊。真正的认清自己，是这一个被动心灵的进化，呃，带领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上述的这个苦难的当中，我们唯一的支柱是什么？唯一的支柱就是在这种自觉被弃、自觉一无是处的时候，仍然深深的爱着主，就靠着这样的一种深深对天主的爱，却得不到任何的回报跟回应的这样的一种微弱的灯火，然后在黑夜当中继续的向前啊。所以当我们越来越习于
越来越习于处在这样的状态的当中呢，我们就很快的就会通过这个被动的黑夜，很快的就会通过这个被动的黑夜啊，呃，我用诗节的第2个诗节，他说：黑暗中安全行进，攀密梯装桥影啊，幸福好运，至黑暗引踪迹啊。所以这个至黑暗是什么呢？天主把我们放到这样的一个黑暗的当中，让我们感觉自己是卑微的，一无是处的，自身的痛苦持续不断的。然后引踪迹，意思就是好像被世俗遗弃了，别人不再认识我，然后直到最终的一刻是什么呢？无事已然尽息，我的内室已全然的尽息，也就是我已经放弃在跟我的灵魂搏斗了，我已经全然降服了，我已经全然安息在我的一无是处、一无所能的当中，但是我仍然深深的爱着主啊，这个是在第2诗节的文字当中表现出来的啊。如果各位我们今天第一讲结束之后，我鼓励大家再去回顾，再去听一下那个刚刚我们在开始放的那一首黑夜的那一首歌，你再去体会那个意境，你会有非常截然不同的领受。好，那刚刚我们讲到攀密梯啊，也就是这10个爱的10级阶梯。这爱的10级阶梯就是末关的黑夜啊，就是史朱若望所讲的末关的黑夜。他说末关的黑夜是什么？就是这10级阶梯啊，然后黑暗中安全行进。意思就是灵魂开始要学习，在这个极度的黑暗当中，仍然安全行进，仍然要以信赖、信德认识自己是安全的，然后攀越这10级的密梯，隐秘的、神秘的，然后装桥影啊，很有意思，装桥影，好像完完全全的隐藏在这个神秘的当中。然后就会体会到是幸福的好运啊。好，那攀登这10级阶梯，就步入了爱的超性结合，人开始完完全全体会到自己活在上主的宠爱之中，与天主建立了深刻的友谊、对等的爱、互惠的爱。所以我们就进入到一种神话啊，这个神话就是跟天主有一种成全爱的结合，在成全的末关当中达成。人的理智内在的洞悉神的奥秘与真理，意志完全吻合圣神的意愿，记忆只向往永恒的天国。所以处在这样境界的人，他绝对不会害怕死亡，他绝对很向往天国，他对死亡一无所惧，他甚至有时候会跟天主求，如果你能够让我早一点离开世界，我能够去见你，这是何等的美好。甚至像有些圣人，他会跟天主求，主啊，你让我殉道，成为一位殉道者，这样我就很快的能够进入天国跟你相遇，就像小德兰一样。好，所以它的效果包括什么呢？包括这5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灵魂不再执着于受造物，我们能够超脱一切受造物啊，也就是你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从世间来的荣誉，你会觉得感谢天主，然后你不会沉浸在那个喜悦的当中，因为你超脱了它，知道知道这个荣誉只是天主给你的一种装扮啊，好像只是一个让你知道哦，你做了一件他喜欢的事情，如此而已，并不觉得你有什么功劳
而且甚至认识这个全是天主所做的，所以我们就能够不再执着于受造物。第二个，你会被魔鬼会被你战胜，事实上不是被你战胜，是被天主战胜，因为你完完全全处在被动的当中，魔鬼被天主挡在你的心门之外，所以魔鬼不再能够干扰你。第三个是我们的本性欲望全然尽息，就像刚刚的那个诗节说，无事已然尽息。我已经没有任何本性欲望的搏斗了，我已经全然的降服在天主的爱内。第二个，感性完全更新与进化，还有这个是感性吗？我看一下是不是打错了。对，感性啊，感性更新与进化。第四个，感性完全的顺服性德啊，所以这边讲的感性的更新与进化跟顺服性德呢，完完全全都是一种被动的进化啊，不是你根本不需要再去你会感受到我根本不会再有任何的起心动念去渴望一个世上的事物，世上的受造物啊，你会自然感受到，哎，这个不是出自于你，你以前很喜欢，但是你却觉得，哎，现在并不会心动啊，即使你有这个机会，你也不会心动。好，那第10个阶梯，也就是达到荣福之观啊，关老师翻译成全福神见啊，必须通过这个秘密的第10梯阶啊，也就是必须揭去3层薄纱，这3层薄纱也就是事物、感性跟现世的生命啊。这3层薄纱意思就是你已经看透了这世间的事物、感性跟现世生命，实际上你知道，当你揭开了这3层薄纱以后呢，你马上就面见天主了。事实上你其实是接纳死亡，甚至看见死亡对你的益处啊，甚至你认为死亡是一种对爱的拥抱啊，与天主全然的相遇啊，在《爱的活火焰》那一本书，《爱的火焰》那一本书描写的很清楚哈。那关老师引用马里旦说：“默观带给人类在现实中所能达到最高程度的知识啊，在267页。”好，那我们第一段的这个介绍呢，就到这边哈。好，那我现在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想就开放给大家可以讨论啊，有没有你自己读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是你觉得我说的跟你体会的不一样，也都可以提出来啊，我也很乐意跟你们学习啊。如果你想说话，就打开麦克风啊，怎么样？潘老师好，刚刚在老师的课程当中，就服从是性的最高的表现。那每年的那个复活节，就跟着耶稣的出生、受难、死亡跟复活。
然后刚刚听到老师说的这个服从，就我们主耶稣在他死前的那一刻，他还是服从了天主天父的旨意，他并没有为了证明他是天主子。然后这里也谈到为朋友牺牲生命，也是最大的一个爱。那这样带着信德跟爱德，然后在天主面前知道自己的卑微至死。我今天在这里更深一层的去感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爱是这么的伟大，没有为自己辩驳，然后能为朋友至死。他是真的爱了我们，然后不惜牺牲他的生命，也就战胜了魔鬼。今天我在更深一层的了解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这样子致死，然后死而复活。每年我们跟着主耶稣基督的脚步，这样死而复生，一次一次让自己每年就像自己死过一次，再复活一次的更新。那也谢谢我们谭老师今天能让我更深体会天主的爱是这么的好。然后我们要以爱还爱，在天主基督内相亲相爱，我们是一家人，让人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谢谢，谢谢谭老好，师。谢谢，谢谢啊，谢谢哈，对，就是我们如果能够真的在祈祷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注视天主是如何的爱我们，跟我们借着他的爱而爱他，我们就会越来越深入啊。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的整个神跟人之间的相似性，它可以用一个原理来表达，也就是爱人与被爱者相似啊，爱人与被爱者相似啊。我刚刚说天主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要跟我们相似。所以他自己降生成为一个人，就是跟我们相似的极致啊。那他既然成为一个人，他就成为一个脆弱的人，而且脆弱到一个程度，背负了人对他一切的罪恶都放在他身上啊，罪恶的代价通通放在他身上，所以十字架它统合了人类一切的罪恶，然后他完完全全的接受啊，所以爱人与被爱者相似，先从天主这个实践了他这个爱的原理，然后呢，我们因着我们成为爱人，我们要与被爱者天主相似，所以我们首先爱那一位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去在他的身上体会到他竟然爱我们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借着跟他相似，而达到他的天主性，与他的天主性相似，所以我们就进入到一种爱的提升啊，这就是一种我们想说爱的一种交换，奇妙的交换，而这个奇妙的交换也在圣体圣事里面表达出来。这一位耶稣基督竟然愿意相似于一个能够被我们吃到我们的身体里头的一块面饼跟酒，他愿意相似到这种程度来跟我们结合，而我们也借着这一个圣体，愿意同化在这一个圣体当中，我们自己整个人同化于这个被我们吃下去的这一个圣体，然后去体会
我们被他吸收，我们完完全全的属于他。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灵修跟我们的圣事生活，它是完完全全可以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灵修应该进入到一种更深层次，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是这样的，在默观当中与天主结合它是一个非常美的信仰。我希望大家慢慢的能够越来越体会它这个爱的原理，爱人与被爱者相似。这个神学原理其实是从多马斯来的多马斯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因为他如果不感性，他写不出来那个圣体圣血节的那些祭书咏我们每一次唱那些祭书咏，你会觉得非常的感动。他不会出于一个理性的人写出来，他一定是非常感性的人写出来。就好像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之前，天主问他说：“你把我写得这么好，那你说说看你要什么，我都赐给你。”结果圣多马斯说：“主啊，我只要看见你我只要看见你。”这个只有一个感性的人非常情感丰富的人，他可以有的生命好，那所以多马斯其实也谈到我们的理智，我们在理解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原理叫做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相似。为什么会有这个原理呢？你想想看，你越爱什么东西，你就越跟什么东西相似。你越爱钱，你就越跟钱相似。你的脑袋里面都是赚钱。你越爱地位，你一定就是天天都想着这个爬到踩着人家的肩膀往上爬。你越爱这个知识你就越在知识上面想要不断的高升，然后有时候你可能会变成在知识上面的傲慢。所以认识者与被认识者相似，我们认识什么东西，我们就越跟他相似。如果你越认识神，你就越跟神相似，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跟真理相似。所以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的按照天主的肖像而被造的我们的人类的灵魂，我们的理智跟意志，竟然在真理上面，竟然在理智的本性上面与被认识者相似，竟然在爱上面在意志的爱上面竟然与被爱者相似，竟然跟天主是一样的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默观的当中，其实就是我们的理智越来越在信德当中与真理相似，我们的意志越来越在爱德的当中与天主圣神的爱合而为一所以这样的一个爱的真理是很奥妙的好，还有没有要说话分享的？谭老师，我是雨欣已经对，我今天刚刚听到你说，我相信不管是多马斯或者是我们自己，我本来真的是理性的人，可是最终在天主的爱内真的是转化人，变成很感性的人。所以你当你在解答那个看法的时候，我都有种画面，关教授看到一个他的晚辈，谭老师。居然也能够侃侃而谈他的看法的时候，他真的是应该是一种喜悦，应该是一种喜悦。我只是觉得汤老师《心灵的黑夜》这本书很难读了，但是你一开始共读的开始，既然是用关教授的这长篇大论，其实我会认为啦，如果有读过《心灵的黑夜》，有点概念，或者是攀山也跟着一路读下来的话，再来看那个关老师的讲述的时候，可能
比较好理解。但是一个对于初探的人，要从关教授的角度去理解这本书的结构，我觉得他会觉得很深奥。对，所以我只是勉励大家，其实刚才好像在解释忧郁跟宁静，就是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担忧，但是你相信读这本书，如果你持续做下去的话，其实你会得到一个平安跟理解。于是忧郁跟宁静就共存在一起，达到一个共融，所以就持续把这本书读下去。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谢谢。好，谢谢于金哈。于金是圣衣天使的这个同工啊，他常常在带这个团体读史朱若望的著作哈。谢谢他给我们的回馈。的确绝对不是这本书绝对不是一个容易读的书哈。那因为他谈到的是一个比较进阶的阶段啊。那但是我这个过去在林哥在攀登加尔默罗山，我在基督更新园的这个 YouTube 上面都已经留下完整的录影啊。所以同样的带大家读这个心灵的黑夜呢，我也就是希望留下录影啊。那为了就是帮助大家能够日后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这一次并不完全明白，但是随着你的灵修进程，你会有更深的领悟的时候，你可以再回过头来去听一听这些录影。我相信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那但是即使你还没有体会过或是到达这个被动的心灵黑夜或者感官黑夜的人啊，你仍然可以借着史若望的一种描述来体会他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的。他如果没有一种跟天主爱的一种经历，他是写不出来的啊。而且我们会越来越被他的文字所感染啊。我们在线上有很多的朋友，我认识的，我都知道他们包括很多人是跟着李秀华老师一年一年的在读，一定刚开始也是都非常的困难啊，非常的陌生，但是越读啊，每一年跟着就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成长，特别是在实际的祈祷生活当中的精进啊。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要因为他的艰涩而放弃这个我们能够一起走这一个旅程啊。好，还有人要说话吗？没有，我们要结束了。好，老师。好，有曲大哥，你说。听人想说，怎么才能够进入默观？它需要什么条件？是不是需要闭经啦？比方说一些这个说的什么打坐啦，什么之类的，什么条件 ？OK， 这个曲大哥，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参加那个我们有一个进导的那个135都有进导，有1个小时的进导，你可以试着来操练啊。然后我再另外跟你联系，好不好？好的，谢谢。好。还有其他人有要说话吗？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亨心兄在吗？在上海了。好，那就交给你了。好的。对不起啊，因为刚才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开始的时候一直上不来，我后来是照相同的方法一样就上来了
好，今天是我们的第一堂导读啊。这个关教授的这个文章里头呢，他有指出啊，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就是遵循耶稣的道路啊。先有这个圣周五的黑暗，才有复活主日的黎明。那么黑暗跟黎明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啊，它是在同一个救恩历程的这个两个阶段。如果没有黑夜的净化，人往往就无法真正领受黎明的光照。那么天主往往就借着黑夜来纪念人的心灵，使人在看似失去光明的时刻，逐渐的走向更深的信德、更纯的爱德以及真正属于天主的黎明。我们谢谢今天唐老师的导读最后我们来做课后祷，请大家恭华圣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感谢你今天的陪伴与教导，求你使我们把所学的真理实践在生活，在黑夜中不失望，在等待中不放弃，在困难中更依靠你。愿你带领我们走向与你更深的结合。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最后我们共同来听这一首